99.6% 的超狂配发率。你没听错，一家公司竟然几乎把赚来的盈余全部发光，每股配发高达16.9元的现金与资本公积。说实话，这数字真的太惊人。但先别被高配息冲昏头，在确认这究竟是获利爆发的底气，还是杀鸡取卵的诱多陷阱之前，我们必须立刻翻开2026年第一季的资产负债表，用冷硬的财务数据来验证这一切。大家对3556一价反价的印象是不是还停留在一家无聊的陈述型笔电连接器厂？结果现在它不仅大手笔发出99.6% 的股利，同一时间竟然还在越南大举扩建新厂，紧急架设新产线，这简直违背了常理对吧？这种烧钱扩张跟极致配息同时进行的操作，钱到底从哪里来？答案就藏在2026年第一季这份极度质变的营收结构里，这也是市场最大的刻板印象误差。仔细看数据，他们的伺服器营收占比已经狂飙到50%到57%，车用与储能也稳稳拿下30%到35%。而过去那个被认为是主力的无聊安逼业务，早就被压缩到剩下微乎其微的边缘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次极度彻底的结构性换血。反甲早就不是什么传统安逼厂，而是彻头彻尾的高毛利 AI 伺服器与新能源关键供应商。如果我们把现在最热门的 AI 机柜想象成是一个人体，台股的 AI 基础设施传输四方阵营其实分工非常明确。你看哦，智邦负责大脑跟神经中枢的交换器，嘉泽是插着晶片的骨骼插槽，茂联是负责外部输送的大动脉线束，而反甲就是在伺服器最深处承受着4200瓦极端功耗血压的心脏特制瓣膜。没有他们处理高功率电源跟 BBU 电池备源，整套 AI 系统根本转不动。你可能会想，都在 AI 阵营，那竞争力有差吗？差别可大了。智邦做的是宏观的系统整合，靠的是庞大出货体量与规模经济，毛利率大约落在20%到25%。但反甲玩的是微观机构件客制化，他们必须在极端高温、大电流的严苛环境下，做到完美盲插、散热跟防呆。这种微观精准的技术壁垒，让反甲享有了极高的技术溢价与定价权。讲到技术溢价，他们又是怎么在中国电动车杀到见骨的内卷红海中活下来的？靠的就是免焊接防水 BMS 连接器，直到超级护城河。当对手还在搞繁琐的点胶、开模、二次注塑的时候，反甲直接用物理锁定，只要6个步骤就能组装完成。这等于帮车厂省下了庞大的隐形模具费跟胶材成本，在价格战里，这完全是降本增效的终极武器。而且推动这项技术爆发的是一道刚性的法规红利。2026年7月1日，中国正式实施电池安全新规，强制要求不起火、不爆炸。这道铁腕法规直接淘汰了市场上那些低价劣质的对手，强制将整个产业从价格内卷转向重质。为了合规，像是比亚迪、宁德时代这些大厂必须大幅拉高对反甲高品质 BMS 与温感连接器的采购量，这正是带动第一季车用毛利强势回升的绝对主因。这时候你心里一定有个大问号，在 AI 伺服器的高功率跟高负传输领域，规格制定权不都在 Amphenol 或 Molex 这些百年国际巨头手上吗？反甲到底凭什么抢漏吃？其实凭的就是4200瓦与140A 的极端承载力，以及他们最核心的护城河自有 UL 认证实验室。当同业还在苦苦排队送外部检验时，反甲直接在自己厂内就完成了高温与大电流的安全验证，这让他们的研发与认证时间硬生生缩短了30% 以上。这就是抢下 CSP 云端大厂订单的首进绝对优势。但等等，现在 AI 传输大家不是都在炒矽光子光纤吗？反甲还死守着高速铜线方案，这难道不是走回头路？其实这是技术商业化的一个大盲点。光纤虽然快，但极度昂贵。反甲在 AI 机柜内部7米以内的短距离传输，坚持采用高速铜线。为什么？因为成本只有光纤的1/10。只要能透过 PAM4 或 PAM6 解决讯号衰减问题，这1/10的成本优势对基础设施建制者来说，就是巨大且根本无法抗拒的防御护城河。接着，我们把视角拉高到全球产能布局。面对诡谲的地缘政治，反甲的 China Plus One 策略执行得非常精准。苏州厂稳稳守住中国庞大的新能源车与内需市场，而越南海防厂则是专门对接美系客户去中国化需求的战略核心。特别关键的是，2026年6月，他们顺利取得了 IATF 16949车规认证，这让越南厂正式具备了承接全球高阶车厂与储能订单的法定资格。这是一条小而弹性的立即型全球化路径。
听完反甲从传统 MV 厂摇身一变成 AI 伺服器的利基大厂，甚至还成功打入地缘政治最核心的越南产线，确实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传统连接器厂的刻板印象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拆解反甲最令市场惊艳的财报，疯狂高的99% 配发率，以及撕开那些看似矛盾的策略假象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好，让我们把焦点拉回冷酷无情的财报数据。2026年第一季的获利真的迎来了爆发，单季营收来到11.01亿台币 ，EPS 高达4.70元，年增率15%。你必须明白这含金量有多高。这次在中国车市刚经历完价格血战，而且原物料像是金铜价格都居高不下的环境中，硬生生缴出来的双位数成长成绩单。而推升获利的终极密码就是这4个字：营运杠杆。因为反甲的产线几乎全部由自动机生产，固定成本极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当 AI 伺服器的订单大量涌入，营收大幅成长19% 的时候，他们的营业费用却仅微幅成长了8%。这种获利扩张速度远远大于费用增长的杠杆魔力，就是 EPS 能够持续往上跳升的核心引擎。更可怕的是，这50.4%的第一季毛利率，做硬体零组件竟然能做到5成毛利，难怪他们可以不靠疯狂借钱，就能脸不红气不喘的发出那99.6%的超高股利。这现金流的厚度，说实话，真的太强了。但是冷静，身为聪明的投资人，我们不能只看表面。从策略面上来看，我们还是能揪出3个巨大的矛盾点。第一，配发率近100%，又要扩建越南和苏州2厂，银弹到底哪里来？第二，明明说 MB 已经饱和不投入研发了，为什么现在又跑去越南紧急架设 MB 产线？第三，产业趋势明明往光纤走，死守铜线真的是对的吗？来，第一个矛盾，我们直接无情击碎。翻开资产负债表一看，反甲账上的现金加上定存等金融资产，合计高达46亿台币。他们走的完全是轻资产高自动化的获利模式。越南厂房主体其实早就建好了，现在是随着客户需求才添购设备。所以这46亿的雄厚底气，要同时支撑高配息与弹性扩张，在财务结构上根本完全不冲突。那第二个矛盾呢？说好的放弃 NB 研发，干嘛还在越南拉产线？其实这根本不是为了主动扩张去抢市占率，而是一场非常聪明的守城战术。因为美系客户受到地缘政治压力，要求行政转单。反甲如果不去越南架线，原本稳稳的订单就会被对手抢走。所以这是被动防御，帮客户规避风险，同时稳住自己源源不绝的现金流基本盘。至于第3个矛盾，死守铜线这件事，这绝对不是技术退步，而是极度精准的商业算计。当 CSP 云端大厂面临 AI 建制成本疯狂飙升的痛点时，反甲利用自有的 UL 实验室加速客制化，提供只要光纤1/10成本的高速铜线方案。相较于同业标准化的产品，反甲这种微观机构件的客制化，完美解决了客户在时间与成本上的双重焦虑，这才是无可取代的差异化利基。当然，我们绝对不能盲目看多，市场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局，真正的风险在哪里？投资人必须紧盯3大潜在危机。第一，国际金铜原物料价格如果再次暴涨，虽然他们有选择性电镀技术，但成本转嫁给客户的空间还是有极限的。第二，地缘政治摩擦可能导致的产能衔接断层。第三，千万别忘了过去反甲在 Fable 可折叠线材上判断错误的历史教训。科技迭代是无情的，一旦技术路线压错宝，高毛利瞬间就会瓦解。风险必须随时盯紧，但如果我们把2025年底管理阶层开出的支票拿来跟今年7月的现况做个大阅兵，这诚信记录真的没话说。营收双位数成长达标，年增19%，高股利承诺达标，发了99.6%。PCIe Gen 6进度不止达标，还超前，已经投入 Gen 7研发了。那越南车规认证呢，也在6月顺利拿下，这执行力简直是教科书等级的强悍。执行力固然无可挑剔，但未来才是真正的修罗场。随着下一代架构将 AI 机柜的电力密度暴力推升突破100 kW， 散热与大电流的物理极限将被彻底重写。到那时，反甲引以为傲的微观客制化护城河是否还能扛得住国际巨头的碾压？在发出如此狂暴的高配息后，股价又能否顺利填息？这一区的答案都藏在即将开出的下半年订单里。这场硬仗才刚开始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